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美股市场在持续创下新高的同时，底层正悄悄点燃一场攸关牛市生死存亡的高估值大辩论？就在最近，瑞银集团发布了重磅报告，指出2026年美国的 IPO 发行规模预计将逼近惊人的1600亿美元，极有可能创下人类历史上的最高纪录。这个数据一公布，立刻让无数投资人惊出一身冷汗。因为历史规律告诉我们，2000年科技泡沫、2007年金融海啸以及2021年的投机狂热，每一次 IPO 发行量见顶，随之而来的都是长达2年的股市大暴跌。这一次历史会不会重演？1600亿的天量发行，究竟是牛市终结的前兆，还是另一个繁荣阶段的起点？今天我们带你透过瑞银的15张关键图表，看懂这个被市场高度误判的资金新变局。瑞银指出，虽然明目上1600亿美元的 IPO 发行量确实吓人，但如果将这笔资金放回目前已经无比庞大的美股总市值中对比，现在的发行比例仅仅处于历史上的第2分位数，距离真正失控的泡沫顶部还差得非常远。瑞银的核心观点是，目前 IPO 交易的高度集中化，以及回购与企业并购带来的股票净供给持续为负的现实，证明市场并未陷入非理性的狂热。虽然未来高利率环境可能会让过去支撑股市的13000亿美元回购红利面临缩水压力，但只要企业的实质获利能持续兑现，这场由基本面护航的牛市就不会轻易熄火。我们来细细拆解瑞银做出这项判断的底层数据与财政逻辑。首先是相悖市场规模的理性还原。虽然1600亿美元绝对值创新高，但若除以美股总市值，目前的比例远低于历史大崩盘前夕。华瑞认为，这是一次典型的视觉误差。从相对比例来看，新股供给对美股流动性的稀释极其微弱，依然处于市场可以轻松消化的健康范围。其次是发行件数并未失控。与2000年或2021年的大爆发不同，2026年的 IPO 总家数依然紧贴着30年来的平均趋势线，资金高度集中在少数超级巨头或高成长龙头。华瑞认为，这种高金额低件数的特征证实市场并未出现盲目泡沫。机构在挑选上市标的时维持着极高纪律，为新股品质提供了防护。再者是股票净供给持续为负的蓄水池效应。虽然新股增加，但扣除企业回购与并购注销后，美股的净股本供给依然维持在负值区间。华瑞认为，这是美股易涨难跌的底层密码。企业透过13000亿美元的回购，注销掉的股本远大于新股上市规模。只要这种股份稀缺格局不变，估值中枢就依然拥有强大资金托底。最后是信贷与权益市场的平稳讯号。即便面临庞大的信贷供给，全球信用利差依然保持在历史低位。华瑞认为，这项跨市场数据证明，大型金融机构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与偿债能力抱有极高信心。当债市这个聪明资金池未释放任何警讯时，仅因 IPO 新高就恐慌离场，显然低估了实体经济的强韧度。在这份报告中，华瑞认为，市场最易忽略的是回购红利缩水与实质利润接棒的转型期。过去美股上涨多由发债回购的金融工程推动，但随着利率维持高位，发债成本上升，回购红利面临缩水。这项转变是美股牛市的分水岭。若靠回购来美化美股盈余的游戏告终，未来股价的支撑将彻底回归实打实的实质营收与净利润增长。这种由回购转向利润驱动的深层调整，才是当前最关键的认知差。面对新格局，华瑞认为，投资人应关注2个配置维度。第一，保持冷静，新股相对比例安全且净供给维持负值，盲目离场会承受极大踩空成本。第二，升级持仓结构，规避依赖高杠杆、借债回购美化财报的起点，转向配置能靠实质利润与自由现金流推动扩张的防御性产业龙头。我们应将标普500实质营收年增率与信贷利差波动作为评估牛市景气拐点的领先指标。总结来说，瑞银报告揭示了美股 IPO 新高背后的真相。1600亿发行量相较市场规模依然健康，且13000亿回购锁定了附近供给，牛市防御依然稳固。在资产重构时代，看穿名目数据恐慌，
读懂从回购向实质利润转移的深层逻辑，才能做好稳健配置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